最近许多政治人物都被爆出跟黑道有牵扯，甚至是本人就有帮派背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同时也让黑道介入政治的问题再度的浮上了台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黑金政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台湾很多政党当中有部分的成员以前都有黑道的背景，像是最近引发非常多争议的讨论呢，就是民进党中常委黄成国过去曾是天道盟的干部，而国民党籍的新竹议长许秀瑞以前是四海帮的干部，民众党籍的云林县议员陈以诚也有呢以黑道身份恐吓的前科。虽然其中的很多人会说自己以前是年少轻狂才加入了帮派，现在已经洗心革面，想要来为大家服务，但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他们的目的真的这么单纯，甚至有人觉得整个国家其实早就已经被黑道把持渗透了。而面对这些争议，民进党最近提出了排黑条款的想法，让有黑道、洗钱、枪支、毒品前科的人未来无法参选。许多人也开始讨论黑金政治的现况，以及要怎么样才能够终结黑金政治。那其实之前我们有做过几支影片讨论黑道参政的相关议题，比如前阵子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这么多政治人物都有前科，去年也分析了黑道跟政治挂钩的现象。那针对这个大家很在乎也真的很重要的议题呢，我们今天打算从历史的角度更详细的讨论台湾的政治到底是怎么染黑的，以及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改善黑金政治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政府跟黑道合作的现象最早出现在戒严时期的1950年代。根据台湾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与选举之关系这份研究，在当时可以让人民直接投票的，大多是地方层级的选举。那因为选举的结果代表直接民意如果不幸选输，可能会让执政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所以当时的政府为了避免选举结果翻船常常会选择买票。不过买票这种事情虽然看起来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但实际上，选民拿到好处之后，常常会不去投票，甚至可能投给对手。而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很多的候选人就会找黑道来帮忙，让他们拿着候选人提供的资金，用贿选的方式拉票。而选举的时候，也会派人在投票所监视，确定选民有出门投票。那因为黑道对于地方很熟悉大家也不敢得罪他们，就不太容易出现跑票的状况。而除此之外呢，有些黑道也会帮忙政府用暴力的方式干预选举，比如威胁村里长一定要拿到目标的票数，不然就会断手断脚等等。而政府对于黑道平时的违法或者是暴力行为，有的时候也会刻意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他们帮忙选举的回报。不过同一份研究也同时指出，这个时期的政府跟黑道并不能够算是完全的合作关系，因为黑道带来的治安问题会给民众带来非常大的困扰跟恐慌，而这些不满也会影响执政的正当性。所以每几年呢，政府就会执行一次大型扫黑。例如1984年的义清专案，就成功的把600多个帮派全部扫进监狱里面。这种利用黑道选举再搭配定期扫荡的手法，让台湾的帮派势力跟政府之间可以维系在一个有点微妙的距离。而黑道对于政治的影响也仅限于各个县市跟乡镇。但是从解严开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让台湾的黑道开始进入政坛。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开放党禁，而台湾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在解严之前，由于国民党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跟经济资源，想要选举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国民党提名。如果想要独立参选，那胜算非常的小。但是在党禁解除之后，新兴政党的出现，政治环境的开放，都让参政有了新的途径，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竞选。但因为过去的经验这个时期的候选人还是很习惯用买票的方式来赢得选举。不过，也因为大家都买票，在竞争之下呢，除了让竞选的费用变得很高之外，选民收了一堆人的钱，却只能够投给一个人，这导致买票的成功率变得很低。根据高雄市2届立委选举的个案分析这份研究，当时每会选5个人，大概只拿到1票。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大家就发现黑道是很有力的竞选工具。过去的黑道只负责贿选，确保大家有出来投票，或是威胁庄脚就好。但这时呢，有很多的候选人开始会找黑道雇庄头，也就是让他们
们阻挡对手进入村庄，甚至呢会用暴力或恐吓的方式强迫对手退选。演变到后来许多候选人都要找黑道当保镖，不然自己可能连安全参选都有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黑道也注意到了自己在选举当中的巨大优势，许多的帮派老大也跟着参选，逐渐的成为地方上面的政治人物。而除了解严跟民主化的背景之外，有研究指出，李登辉的政治决策也是黑道能够在政治上面站稳脚跟的重要因素。1988年，蒋经国去世，由李登辉继任总统。但李登辉一上任就面临了许多的挑战。根据台湾地方派系黑金政治之研究这篇论文当时在党内大部分的国民党大佬都不太支持他，而在党外出现了许多的新兴政党参选，也让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地位受到了威胁。面对这个状况，李登辉决定寻求地方派系的支持，由地方派系负责提供选举的资金跟动员人力，而李登辉则利用政党的力量扶持这些派系的候选人。而同一篇论文也指出，过去为了选举，地方派系大多跟黑道有交集，甚至本身就是黑道。这种合作关系最后呢，也让天道盟的盟主罗福柱、台中黑派代表严清标等人进入国会，而黑道的影响范围从地方扩散到中央，也让台湾的政治环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1990年的立委选举当中发生了数十起候选人遭到恐吓、伤害、射杀的案件，而隔年的县市议员选举呢，也有 35% 的议员有前科，80% 的正副议长有黑道的背景。例如屏东县议长郑太吉，除了会找手下殴打政敌跟记者，还曾经在议会里面吸毒，甚至是带枪上议会。这种黑道猖獗的状况让许多的民众非常反感，也被认为是民进党后来取得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一路到了2000年，民进党以阿扁没包袱、黑金一定除、清廉、勤政、爱乡土等口号成为了执政党，也达成了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但这并没有让黑金政治画下句点。陈水扁上任之后，进行了大型的扫黑跟查贿选活动，在3年的时间里面，搜查了2万多件跟黑金有关的案子，让黑金的状况被大幅的遏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根据台湾地区基层民主选举中的黑金政治这篇论文，这些扫荡行动本质上面还是为了政治利益。如果黑道愿意在政治上面提供帮助，政府的态度很可能就会软化。这篇论文就指出呢，在扫黑活动当中被收押的前立委严清标当选立委之后就被释放，还跟陈水扁一起吃饭，双方表明要共同合作。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民进党当时在国会不是绝对的多数，所以陈水扁为了形成政党联盟，才决定要拉拢无党籍的立委。而此外呢，在民进党取得政权之后，也吸引了许多地方派系带枪投靠，希望利用自己在地方上面的声望以及动员能力，换取政治上面的利益。例如，一直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嘉义领派，后来就转而支持民进党，帮助民进党在嘉义完全执政的同时，也重挫了主要对手黄派的势力。那这边要额外解释一下所谓的地方派系其实不一定是黑道，也可能是地方上面的士绅或是名门望族。但根据学者的研究，因为选举当中会需要大量的资金、人脉以及地下势力的帮忙，因此地方派系常会跟黑道以及商人们保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在政党轮替之后，政府跟黑金的关系，或是黑金对于政治的影响，其实学者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也难以调查。但根据统计，2000年到2008年的这段时间，国民两党有前科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民进党籍的议员有前科的比例从 6% 大幅成长到 16%， 而国民党籍议员的前科比例也从 13% 慢慢增长到 16%。或许某种程度上面呢，也能看出这段期间黑金政治的状况。那相信大家听到这里都很好奇自从2008之后又过了10几年，刚刚也才结束了一次选举。那最近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国民两党的当选议员当中有前科的比例是多少呢？这个数字我们找不到已经统计好的结果，但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透过全国议员候选人犯罪前科大追击这个网站，自己一笔一笔的手动比对当选名单。那经过辛苦的对照之后呢，我们初步计算的结果是，2022年这次选举当中，民进党当选的277席议员当中有24位有前科，比例是 8.6%， 而国民党367席议员当中呢，则有56位有前科，比例是 15.2%。那当然，如果有算错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更正。那以这个数字来说，虽然跟10几年前相比，这2大党都有降低，而且实际上面的前科呢状况可能很复杂并不一定是大家印象当中的黑道或者是暴力事件。不过从最近沸沸扬扬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家对于黑金政治的担忧，因为黑金的摄入确实已经对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不同层面的影响。
在黑道跟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当中，比较直接的影响是会让违法产业更难取缔。比较有势力的黑道，大多呢都会经营像是毒品啊、赌场、暴力讨债等等的生意，而这些生意则往往伴随着相关的治安问题。那在一般的状况之下，警方会定期的临检或抓捕，但如果黑道是民意代表，透过议会掌握了警方的预算，再配合模糊地带施压，都可能会让警方倾向不要积极的处理，让这些问题更难解决。而除了违法行业之外呢，也有一些产业常常会跟黑道联想在一起，比如像是砂石产业。虽然只要呢在规范开采的范围内开发就是合法的产业，但许多业者都会越界去盗采国有地的砂石。而如果参与砂石产业的黑道，同时也是地方民意的代表，那除了制造警方压力之外呢，民意代表还可能主动去规划，比如说河道疏通的工程，甚至让手下的砂石业者得标，让盗采的规模更加的扩大。那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影响，这边就不一一举例。但整体来说，黑道跟政治关系密切的现象，对于治安、公共工程品质或是环境保育等等，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许多学者也针对如何改善黑金生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方。目前学者对于黑金政治的建议主要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观点主张应该要直接禁止有黑道背景的人参选，比如2003年政府就曾经修改选举罢免法，禁止有组织犯罪条例、贪污前科的参选。而最近引发讨论的排黑条款，若要禁止有黑道、洗钱、枪支、毒品前科的人参选，也是相同的逻辑。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要把重点放在地方性的小型选举上面，因为根据统计被黑道严重把控的大多是乡镇市一类的地方，黑道会在选上乡长或是地方民意代表之后，再利用预算审查权来牵制地方政府。因此，如果直接废除乡镇市级的自治选举，改由县市首长指派乡长、乡民代表等职位，就能够让黑道失去影响力。而第三种观点认为，黑金政治的本质是钱，真正治本的方法是制定财产透明的阳光法案。比如借由政治现金法防止政治人物获得黑金，或是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规范候选人应该要把自己的资金来源摊在阳光下。那虽然这3种做法听起来都很合理但目前似乎也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于直接禁止有前科候选人参选的这种做法呢，虽然简单直接，但批评者认为这其实并没有撼动黑道的势力，只是让黑道大佬转居幕后，扶持傀儡，或是让自己的家人参选。比如前立委严清标就因为有贪污的前科无法参选，但他儿子还是可以代父出征，顺利的连任维系势力。而废除地方上小型选举的这种做法，则会有权力制衡上面的问题，因为这些基层选举的目的呢，正是要为了借由预算审查权去制衡县市首长。如果直接取消选举，可能会让这些乡镇的民意难以被表达，而且就算取消了基层选举，黑道也还是可以去选市长或是议员。而至于像是政治现金法或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这类的阳光法案，则是执行跟成效不彰。其实早在2004年，台湾就已经通过相关法律了，只是过了10几年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社会上面有很多的黑金跟贿选的案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法规的解释跟执行上面出了问题。比如政治现金法的条文只有35条，却没有施行细则，导致很多名词在解释上面有模糊的空间。而针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监察院只派了14个人力查核，实际查核的比例只有 5%， 而且违规的罚则最低6万，最高120万，跟黑金所带来的利益可能完全不成比例。在做这集节目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相关资料，但同时我们也担心学者的研究结果跟大家的经验有落差，所以我们也找了很多网络上面对于黑金政治的相关讨论，想了解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议题的。结果发现大家都很讨厌黑道介入政治，大部分也不希望自己支持的政党里面有黑道势力的存在。所以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在选票至上的选举制度当中，还能够发展出现在的状况呢？那从学者的看法来说，黑金政治的发展其实是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搭配学者对于政策的建议，希望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讨论这个议题。那如果从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台湾目前的状况有很多的国家都曾经发生过，比如说英国在刚开始选举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选举区贩卖者的组织，他们会把自己的选票交给候选人竞标，谁出价最高就投给他。
而美国也曾经有一段时间黑道严重的介入政治，甚至在俄亥俄州的这个一次选举当中呢，有26% 的选民承认自己接受贿选。那这些国家最后是怎么处理问题的呢？部分学者的看法当中，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民族的素养、完善法规以及调整政治制度等等。那这些做法是不是相当的耳熟能详呢？不过，虽然这个答案可以说是完全不令人意外啊，但这个过程可能是比想象当中需要更多的时间。比如，美国的政治现金法在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之后，施行细则的内容比起法条本身多了2倍以上。而英国贪污问题的减少，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官制度长期改革的成果。那当然，就算到了今天这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未必能够完全的解决了黑道的问题，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觉得仍然是一个相当好的参考。那这个部分就等之后有机会再来介绍给大家吧。那今天的最后，我们想问大家如果想要解决黑金政治的问题，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民众的民主素养如果更多人了解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那相关背景的人呢就难以当选了。B. 透明的财产制度，把候选人的资金来源标示清楚，来知道谁比较没有受到黑金影响。C. 直接禁止有前科的人参选加大扫黑行动的力道，让他们没有机会进入政坛。D. 其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黑金政治。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台湾议员有前科，以及台湾黑道跟公庙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